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好几年前就跟大家分享过荤桂的做法，但是今天分享的不一样。今天要用100%天然的蔬果来做最天然、色彩最丰富的多巴胺荤桂。为什么要叫多巴胺荤桂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丰富色彩的食物会让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多巴胺，真的会一扫忧郁耶，不是开玩笑。拍片当天呢，心情本来有点给它捂着，没想到彩色荤桂做出来之后，心情瞬间开心的不得了啊！我觉得色彩缤纷的食物真的有治愈的能力耶，我相信光看就有效果。赶快把这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当然最好的就是直接动手做来吃啊！好吃好看又抗忧郁的多巴胺荤桂，赶快来备料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之前分享的荤桂用到的是树薯淀粉，如果想做健康的版本可以用到藕粉。之前分享过自制藕粉哦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，看过自制的那一集就知道太费工了，所以成本真的很高。在家做想更健康，可以用市售或自制的藕粉，但是藕粉带着藕色，它的透明度比较低，做出来的彩色荤桂透明度比较差，然后口感也没有树薯粉的那么 Q， 但是也还是好吃的。来讲一下颜色的部分哦。不是所有的天然蔬果都可以制作，因为预热会氧化变色。火龙果加热之后颜色可以，红萝卜也是可以加热不变色，抹茶不行哦，蒸出来会变成黄绿色脏脏的。草莓也不适合加热，柳橙汁跟芒果汁都可以，但是水果要注意透明度的问题。最适合的就是没有纤维的色素，像黄色荤桂用的黄栀子，或是影片这个蝶豆花粉，也可以直接买蝶豆花来泡。我是已经把蝶豆花磨成细粉了，用蝶豆花真的很美，但是你要慢慢加慢慢调哦，把你要的蓝色的深度给调出来，加越多蓝色呈现的会越重。我是调到像影片这样的蓝色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那个深浅度也不一样，大家就自己调。先来给大家做个神奇有趣的实验，捞出一些蝶豆花水，里面挤入几滴的柠檬汁，蝶豆花里面的花青素遇到了柠檬酸，就会转变成紫色了。有没有超美丽？真的太美了！你就可以自己微调柠檬汁的量，把蝶豆花的原汁调成喜欢的紫色，等等就可以做出紫色的荤桂。蝶豆花原汁里面加入1咪咪的食用小苏打粉，就可以变出漂亮的湖水绿咯。要打火龙果汁的朋友请注意一下，千万不要像我影片一样，火龙果肉只能加一点点，果汁里面纤维质含量太高会影响口感，不然就是要把渣渣给滤除掉，滤渣之后就没问题。如果用藕粉的可以进去一起搅打，因为藕粉是粗颗粒，打一下比较好。想最后粉果透明度高，火龙果肉记得只要1小块就好。我这个火龙果版本呢，算是一个错误示范，里面几乎全是果肉，也没有滤渣，做出来不透明不好看， Q 度也不好。不过熟成粉浆的手法一模一样，还是示范给大家看。加热粉浆糊不断搅拌哦，直到里面产生疙瘩状就可以离火，然后一样不断的搅拌，主要是为了半熟化面糊。如果不加热，淀粉会沉淀在底部，荤桂就没有办法顺利被蒸出来，所以一定要半熟化这个粉浆水。至于这个粉浆水要被加热到什么状态，其实没有一定。你要加热到微微的浓稠，或是凝结成一大团不沾的粉团，其实都可以。这个步骤半熟化粉浆，怎么熟化它都可以，加热到一整团也可以，加热到浆糊状也可以，就是不管最后是稀的还是浓的，不要是水状液体状就可以，像影片这样稀稀的糊状也可以，或是像这团比较浓稠扎实滑顺的面糊也都可以，因为等等都还是要经过蒸的过程。再说一次哦，如果不透过加热，你的粉浆水肯定调好之后是粉水分离。把成功半糊化的粉浆糊倒入模具当中，模具什么都不用加，也不用抹油，也不用垫烘焙纸，直接倒入就可以。当然如果你硬是想加烘焙纸，我也是不反对，但实际等等蒸完之后呢，它只要加水就很好脱模，表面稍微抹平一下就可以。我们就依序把所有的粉浆糊都倒入模具当中，每个颜色口味做法都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这边就用几个颜色来代表过程咯。可以直接冷水就开始蒸，
想等水滚之后再放入也可以，影响不大。前段只是水加温的过程，等到水大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，大概蒸个15到20分钟，主要是看你模具的厚度。我这个粉浆的厚度大概有5公分，蒸大约15分钟差不多。时间到后，我们可以取出荤桂，稍微放温凉就可以分割。提醒大家哦，这个荤桂绝对是现做现吃最好吃。然后用树薯粉的版本呢，那个透明度真的很美。藕粉虽然很健康，但是它的透明度真的差了一点，因为它有一个藕色为底色，所以做出来的荤桂饱和度比较高，不是那么透明。然后比较口感 Q 度来说，虽然藕粉的也不错，但树薯粉的真的更 Q 一些。稍微放温凉就可以分割了，表面直接倒冷开水，边缘稍微分离一下，很轻松就可以取出荤桂了。你看看这个滑溜的荤桂，不止滑溜的可爱，颜色也好可爱。这个是用去渣的红萝卜汁做的，想透明度更高的话，可以把红萝卜汁再稀释，就是把它颜色调得更淡一些些，它就可以再变得更粉嫩了。光切就可以知道它的口感有多 Q。你看看，真的太可爱了，好喜欢哦。其实这个口感真的是因人而异，如果想要再更 Q 的朋友呢，甚至可以把部分的粉换成马铃薯淀粉，也就是日本太白粉。这个是蝶豆花汁加柠檬汁调出来的紫色，因为柠檬汁很少量，所以吃起来完全吃不出酸味哦。如果想要用葡萄汁来制作也是可以哦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Q 弹度，真的太难形容，一定要拉一下。荤桂就是要吃这种啦，真的很好吃。喜欢荤桂的真的强烈推荐自己做一下。我真的觉得自己做过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市售的完全比不上自制的口感。自己做的都是好吃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尽量现做现吃，绝对最好吃。真的没有吃完，放冰箱冷藏2-3天内都可以。但是一定要再微波或是蒸一下，口感才会恢复 Q 弹哦。搭配上清凉降火的绿豆汤，就是非常好吃的绿豆荤桂咯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